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跟我们交流一下，表达您的观点与看法。来，欢迎今天三位来宾。首先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金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清华大学 EMBA 讲座骆品宽老师。何荣好，大家好。还有淡江大学战略所兼任助理教授接仲老师。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这个礼拜直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在问一件事情啊，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到底会如何？这个伊朗会不会被美国给打了？那美国总统川普对于要不要对伊朗动手啊，这两天也看到他亲自的介入啊，暂时叫停了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那伊朗方面呢，也在关闭领空之后呢，又重新的开放他们的领空。川普表示，因为呢，他收到了情报显示，看到伊朗的局势有降温，美国动武的理由正在减弱，而且他指出，德黑兰方面正在寻求和华盛顿谈判。美国对伊朗出手啊，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因为呢，在去年2025年的6月，美军发动了午夜铁锤行动，当时出动了125架军机，那其中包括了有7架 B-2 隐形轰炸机，那么轰炸了3个核设施。再往前推看一件事件，就是2024年的9月。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他们曾经渗透供应链，在黎巴嫩真主党成员的呼叫器这个 BB 扣里面植入了爆裂物，使得呢这个呼叫器同时爆炸，当时就导致至少42人死亡，3500人受伤。所以看得出来，美国跟以色列他们是有分工合作。可是现在从原本的美国、以色列扬言要共同打击，到现在局势突然缓和冷却了下来啊，这个背后的战略考量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转变？季老师怎么看？好，首先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如果美军要发动比较大规模的打击的话，它在中东地区目前的战力集结其实还不够，因为先前美军把战力抽调到加勒比海，所以加勒比海有12艘美军的军舰，那以至于中东地区其实目前只有3艘驱逐舰跟1艘潜舰，没有航舰打击群。所以，那在没有航舰打击区的状况之下，其实它在发动军事行动的时候，很多的弹性会受到影响。所以现在一个新的发展，当然就是大概1月14号左右传出，美国下令那个在南海的林肯号航舰打击群开始开往中东。那整个航程大概要1个礼拜，所以大概会在1月20号跟1月21号左右就位。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美国跟区域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应该会利用林肯号部署的这一段时间，再去对整个情势做评估。因为最主要是在1月8号，伊朗政府从晚上开始做血腥镇压之后，目前伊朗街头上的抗议算是暂时被压制下去。那这个就让美国还有区域其他国家对于局势，包括以色列都要重新评估。因为原本对于美国或以色列来讲，最好的状况是什么？就是因为民众的抗议，导致伊朗的统治结构里面出现所谓的窝里反。那原本他们可能最期望的就是，因为伊朗现在是神权共和国，是那掌握大权的就是宗教领袖，还有他的相关的体系。那些比较政府的机关，其实都算是执行者，然后加上正规军。我觉得美国跟以色列原本认为最佳的剧本是，因为民众的抗议，所以军方正规军加上在行政单位的一些官员，决定联手挑战推翻这个神权领袖。因为这样一个好处就是在推翻之后，因为军方的力量还在，所以呢，推翻神权统治之后的伊朗政府还有能力控制相关的局势。对，因为还有军事力量。对，还有军事力量，还有一些安全的力量。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也就比较能够跟美国进行相关的谈判跟合作。对，这是最好的状况。所以老师，您提到说，特别现在就神学制政权掌权的伊朗当局、领导当局来讲，他要怎么样去防范您刚刚提到的窝里反因为避免里应外合。委内瑞拉的例子看到了如果是里面如果有内奸的话，很容易就被推翻。我觉得现在状况就是1月8号，伊朗政府开始血腥镇压，那个镇压的规模感觉上是连军方都参加，所以就让所谓的窝里反的状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就代表
正规军还是决定跟这个神权统治、神权领袖站在一起。是。那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对美国来讲，或者对以色列来讲，最坏的状况反而变成好。如果今天在美国跟以色列对德黑兰的军事打击之下，再加上民众的抗议，德黑兰的统治突然崩溃。但这个崩溃之后，因为德黑兰没有一个有力的体系可以掌控大局，然后这些神权系统加上革命卫队，其实在伊朗各地都还有影响力，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第一个可能变成伊朗内战。那一旦内战的话，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特别是土耳其等，他们就会担心，第一个，尤其是在伊朗周边接壤的国家，难民，因为他们都看到之前叙利亚的状况，然后大量的难民出逃，是。所以你现在会发现是说，在跟伊朗附近的卡达、沙烏地阿拉伯跟土耳其都公开表示不希望川普发动军事行动。他们就是担心，万一伊朗中央统治突然崩溃，变成内战，第一个大量的难民。那我觉得对以色列来讲，他会担心的是，如果伊朗丧失中央统治，他那些核设施会不会外流到不该流的身上？反而现在的状况，他们华府内部可能有人会认为说，现在的伊朗政府虽然还是个集权统治，但是因为他在外面的很多小弟哈马斯、真主党都被剪除了，现在大概就是在也门的青年运动。是，那伊朗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要再去支持青年运动的力度也降低，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那这个政权虽然是个集权，但是它最起码还能够稳定内部的局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说，伊朗的危机还没有完全的解除哈，而且现在全球都在关注这个中东情势后续的发展，包括了中国大陆在内。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啊，先前也和伊朗的外长阿拉奇彼此通过电话。那阿拉奇呢表示说，伊朗已经做好了应对外部干涉的准备，期待中方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王毅则表示呢，希望各方都能保持克制，透过对话来解决分歧。中方也愿意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大陆外交部呢，还特别在官网上发布了新闻稿，指出啊，说伊朗外长呢在电话当中通报了伊朗局势最新发展，也强调最近呢在内部发生的骚乱是外部势力所煽动。现在看起来中方非常的关切，可是中方对于中东一触即发的局势啊，这个冲突随时有可能发生，目前所保持的态度是什么？大使，您觉得？这个就变这个跟王毅跟这个伊朗的外长在讲的电话里面3个重点，也就是中国大陆对于伊朗情势的3个反对。他的3个反对呢，第一个反对是反对这个他国就国际间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来解决国与国争端那第二个反对反对任何国家将本国意志强加于他国。第3个反对世界再重新倒回为丛林法则。那这个反对已经是蛮清楚的。你外交上大概这样是由外长国务委员兼外长做这样子的立场，其实是对伊朗在外交上已经是非常高层级的支持了。在这个情势下。那当然，在经济上的话，中国对伊朗过去一直是很支持伊朗因为它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原油那它原油的部分的话，正因为美国单方面的制裁，那就变成它的原油的销售是有问题的。可是呢，事实上有西方媒体在前一阵子也指出来，那么伊朗大概每天它这个原油大概每天可以外销220万桶。那这是西方媒体做的报道这个要查证。那他认为90%这些外销原油都是进入中国大陆。那所以基本上今天能够在国际上还购买大批伊朗原油，在经济上给予伊朗很大的经济支持，就是中国大陆。这是长期持续性的。对。那这个不会因为有危机或者没有危机会有断绝。所以伊朗对中国大陆经济已经给了。中国大陆对伊朗经济也是给了很大的支持。那军事上的话，这个就说伊朗在很多它军事的这个科技上，甚至关键装备上这些部分，那各方的报道不一。那因为伊朗在过去几年它的所谓的这种长程的中程导弹，事实上已经在实战场上证明是非常非常的先进。
而且它也有超高音速导弹。可是外界就在猜这个技术从哪里来。那有人说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跟伊朗只有一海之隔啊，就是里海，直接就可以就可以大批的援助不需要西方任何的，西方没办法阻碍，连甚至监视都很难。你要看这个120万平方公里的这个伊朗的土地中间大部分都是伊朗高原，靠西边是它的这个主要人口跟经济活动地区，那边都是高山峻岭，对，高加索山，好几个山了，德黑兰就在那边。然后德黑兰在整个伊朗的这个国土里面，在它西北部，离海比较近，所以从战略的角度地缘政治来讲的话，应该说是俄罗斯。那么如果让伊朗落入到这个西方的势力里面它的整个里海地区都会陷入到很大的怎么样威胁，所以反而对俄罗斯的影响会，所以对俄罗斯来讲更大些，地缘政治来讲，伊朗非常的重要。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又从地缘战略来讲的话，还是非常的遥远。而且中国大陆过去在中东地区有更宏观的战略，我们记得很清楚让这个什叶派的伊朗跟逊尼派的沙特在中国大陆北京进行了和解。那这个对于这个伊朗对沙特来讲都是很大的帮助。那所以就是说，中国大陆在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跟伊朗跟美国跟以色列正面对抗中里面其实中国大陆已经给了伊朗很多的这些资源，然后尤其现在在外交上，那军事上要看未来怎么发展。那现在你可以看起来，川普已经自己找了2次台阶自己下了，那就变成就是说。美国要以军事的方式进入到伊朗的话，美国能得到什么？对，可能付出的代价什么？这是川普自己要去考量。现在就是看说大使刚刚的分析，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其实只要石油供应不受到影响，这是最重要的那说到了石油，其实看到最近的油价的波动因为在石油这边，你现在看到中东地区的局势还是诡谲不定。战争到底是要打还是不打呢？有个石油相关的有趣现象，就是 OPEC 发布他们的月报，表示说，预期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会增加每日是134万桶，跟今年预期的每日138万桶增幅是相当的。报告也指出呢，全球经济活动预期在2026年跟2027年都会维持强劲的表现。另一方面呢，艾德金融投资执行董事叫文景辉，他分析说，川普已经控制了委内瑞拉，如果未来再成功控制伊朗的话，反映石油控制权就会易主失去平衡。那相信呢，其他石油国就会实施禁运或者是跟川普来想办法怎么样抗衡维护自身的利益。所以未来油价未必会跌，反而会有很大的机会再度攀升我们怎么看国际油价，还有因应现在的局势它有可能会发展的一个情形？这个国际这个石油组 OPEC 它的目前的评估正好跟 IEA 就国际能源署的评估有点不太一样。国际能源署是没有那么乐观。那如果以这个波斯湾国家来看的话，目前的这个油价还是平稳的，没有受到这次伊朗目前的风暴影响。因为最主要是第一个，荷姆斯海峡并没有被封锁；第二个，并没有任何的油田被炸掉；第三个，没有任何的石油生产国家宣布停产。这3个原因都没有发生所以这个风暴并没有发生。那我们过去20年，市场早就习惯了说，这个中东每次都有这个危机的疲劳症了。就是说，伊朗要报复了，美国所有的方案都放在桌子上了，中东局势高度紧张但是最后呢，如果没有发生油的断供链，就不会有什么石油大涨的这个情形，就不会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当然，我们知道荷姆兹海峡如果被封锁的话，那当然影响很大。对，因为在石油海运它占了1/3那我们亚洲市场它占了80%。所以不管是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伊朗，对他们的影响都很大。如果一旦荷姆兹海峡被伊朗封锁的话，那确实对石油的油价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诚如刚刚大使讲的，美国如果要攻打伊朗，他一定要设定好他的战略目标。你能不能拿到伊朗的石油，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你如果像上次去年6月你去攻打伊朗的核设施，那显然
看起来目前没有完全的毁灭它所有的核设施。那如果你是目标是核设施的话，那跟石油又是两件事了。对，你能不能进驻伊朗去取得它政权，那更是非常的几率非常小。诚如刚刚杰老师讲的，伊朗是一个教士国家，它的统治非常复杂，而且这次它暴乱是因为经济问题，它官方的汇价跟民间黑市的汇价差了几十倍，所以呢通膨非常严重，老百姓生活都有问题。过去还有补助，现在连补助都没有了，所以大家都上街头去抗议。那目前这个状况，好像统治层还目前有效的控制，还没有失控。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美国要去攻打伊朗，你一定要设立好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它不是像委内瑞拉，他是想把这个总统马杜罗抓走，然后呢，希望接他的人能够贯彻美国的意志，对不对？把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能够归美国所能来使用。那现在伊朗能不能达到这？显然这个情况是差很多。还有很多阶段性的考量哈，因为毕竟伊朗跟委内瑞拉不可拿来做相提并论啊，这个可能更复杂的多。重点就是在于说，你控制住之后，那个 afterwards 之后的问题，你要如何来处理？可真的是千头万绪。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继续来关心在俄乌战争的最新发展呢。现在在这个礼拜呢，俄乌的双方。先来看到俄罗斯的国防部，他们有一个最新的通报，表示呢，俄军继续向乌克兰的防御区来挺进，逐步呢在苏梅还有哈尔科夫这些地区建立了安全区，目前已经实质控制了苏梅州的科马罗夫卡镇。那俄军的武装部队打击了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储存点，还有起飞准备点。另外，俄军防空系统也击落了26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至于乌军这边呢，中央司令就说呢，乌军也是部署了，已经部署了由美国 V2X 公司所生产的暴风雨飞弹越野车，也成功击落了21架俄军见证者的自杀无人机。双方现在都在主攻对方的无人机总之呢，就是各有战果，然后呢，把战果拿出来告诉全世界。但此时也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乌克兰的新任防长叫费多罗夫，他就表示，乌克兰军队大约有20万名士兵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岗位，或者是因为另外就是涉嫌逃避兵役被通缉的人大约有200万人之多。这个数字点出了一个什么事实呢？就是战争打到现在已经快要4年了，越来越没有人了，越来越没有兵了。好，那么就是有人有兵，可是呢，大家都不再想打，想要逃兵的逃兵，想要规避兵役的规避兵役所以俄乌战争也看到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就是现在新的战场样态是不是已经形成了？谢老师你怎么看呢？无人化的这个作战战略，因为最近都在讲的无人机，未来无人化。对，没有错。现在因为俄乌战争之后，大家就广泛的看到无人机以后在未来战场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它不但可以做长距离的巡逻、侦察、察打一体，也可以支援前线的战斗。那更重要的是，现在中长程无人机被视为是巡弋飞弹跟弹道飞弹这种高价飞弹的一种很好的替代品，所以接下来大家都看到无人机以后在未来战场的潜力。那包括两岸，其实两岸也是如此。现在两岸基本上都在大量的扩充各种形式的无人机。但是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讲，会比较有一点，在以后的这种两岸的无人机冲突面，会比较有一点点不利的是，第一个，因为我们可能因为各种政治考量，特别是华府的态度，我们通常会等中共出手之后，我们再进行相关的反击。换句话说，变成中共会掌握主动权，所以他会先发动。那更重要的是，当这个无人机各军兵种都大量使用无人机，那甚至以后中共做蜂群无人机，那我们这边也有大量的无人机的时候，这个时候决定无人机在战场上表现的关键，就不是无人机本身了，而是支撑这个无人机运作的各种的体系，导航啊、通信啊等等。然后接下来就是人工智慧，
AI 的部分，因为当你无人机数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不可能再用每个人脑去控制，所以到最后是用人工智慧去控制。包括以后中共一直在推的，以后它的蜂群无人机，对，好，这都是透过人工智慧来控制。它不但可以根据状况决定我这个机群飞行的路径、进入的方向，甚至于在我的机群受到一定的损失之后，它会自动去解算说，那我的攻击顺序、攻击目标要不要调整？那这个蜂群无人机靠的当然就是算力嘛。那坦白讲，这一方面，也许我们在数量方面，我们可以很快的建立起一个很大的无人机，但是呢，在人工智慧方面，我们要跟中共抗衡，坦白讲有非常大的难度。而且您在提的时候，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载台的问题。因为载台是可以行动的、移动的，就是说有无人机的航母，这是中国大陆有的。对，中共以后也会有。那我们就只有固定的在岛，就是这个台湾的不同的地方，可是它都是固定的。而且就是刚刚提到的，通常是中共有开打的主动权，所以中共的东西会比我们的先离地，会比我们先离地。就是它的第一级。对，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被迫承受第一级。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就使得在两岸这种无人机冲突当中，我方有先天比较不利的地方。但是如果进入到所谓的国土防卫战，那到时候靠的是战术型无人机或中小型无人机的话，那台湾方面这个当然就会挽回一些的优势。对，所以未来的这种无人机冲突是一定会发生，而且状况会变得非常的复杂。确实啊，俄乌战争让全球包括甚至我们身处在台湾，其实看到两岸之间未来可能的一个发展，如果进到了军事冲突，都是有非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那提到了俄乌的议题最近美国总统川普他也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也表态了。那么他在白宫接受路透社的资深记者接受他的专访，他点名了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是俄乌和平协议的一大阻碍。那同时呢，在这次的专访当中，他讲了很多，包括了联准会的主席鲍尔这个司法的争议，还有呢俄乌战争、委内瑞拉、伊朗的局势等等特别提到了俄乌协议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必须让泽伦斯基总统同意。而当提到了普丁，那川普则说呢，他认为普丁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反而是乌克兰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那所以记者就直接在问他说，那你觉得最大的阻碍呢？他立刻就回答泽连斯基 ，OK， 他就点名了泽连斯基。所以现在回到俄乌，现在都希望，就全球都希望看说什么时候能够进到一个谈判，就是和谈的一个格局可是现在点出了泽连斯基就川普的谈判逻辑来看，来研判的话，大使您觉得，因为要让泽连斯基接受这个条件他会有可能提什么样的条件让泽连斯基愿意进一步的推进和谈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和谈美国本来已经站到主导的角色了，他的立场就是完全接受普丁的立场，让泽伦斯基接受，尤其在领土安排上面那其他都不是重要，还有就是说战后的安全保证。其实领土的部分，泽伦斯基一变再变，那么这个有关战后安排这个美国的安全保障部分，事实上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因为最后得出来一个就是说类北约式待遇，由这些欧洲的所谓的志愿者联盟加上美国，用他们跟这个乌克兰的双边的协定来达成类似北约第5条的这样子的协议，这样子的一个保证那换得了这个泽伦斯基，他说我不加入北约了，事实上就2大难题，一个北约的问题，一个这个就是领土的问题所以事实上本来已经有突破了。可是呢，我觉得就变可能是这个川普认为，泽伦斯基做突破，回过来跟俄罗斯谈，说我已经拿到一半的东西了。另外一个领土的问题，你能没有弹性？就普丁领土是没有弹性的，而且普丁的领土就是说顿巴斯2个州的土地我要完整的，也就是说顿内刺客现在大概还有20%在乌克兰控制的情况之下这个和谈下来的话。乌克兰要把那个顿内刺客20%还在他控制的领土要交出来，那普丁给什么？普丁就说好，那我就把我在现在这个哈尔科夫在其他还有这些第内伯罗一些零星占的一些土地我还给你，所以就领土交换。那这些部分的话，其实川普事实上可能也认为普丁没有弹性不够。所以川普居然说
我要对俄罗斯施压了，对不对？谁在买俄罗斯石油，通通25%，然后呢，又把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公司啊，在美国这些资产给它冻结，所以川普是改来改去的。那现在变来变去，现在为什么川普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呢？就是因为14号的时候，这个普丁在俄罗斯参加的活动，他出来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乱我们真的是很忧心。”不过谈到俄乌战争了，所以呢，俄乌战争的话，越早结束越好，希望越来越快结束。那现在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出现在基辅跟基辅跟乌克兰那一边啦，他这样讲，所以记者就去问川普，所以就是说，川普就说顺水推舟这样子。是的，可是呢，这个问题就变成你川普你的立场也不是很稳定，你一下答应了俄罗斯，回过来又跟俄罗斯又施压，那你一下来又泽伦斯基听你的时候呢，你就把泽伦斯基踩在脚底下。现在泽伦斯基不听你的，你要怎么办？因为泽伦斯基事实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已经得到欧盟给他900亿的欧元的承诺，钱有了。因为川普手上就2张牌，第一个不给你钱，第二个他武器老早都不给了，你要就让北约拿钱来买。对，第一个钱你没有钱你就不要打。第二个呢，他用贪腐案来逼泽伦斯基下台，结果呢这2张牌现在都落空。为什么？因为欧盟志愿者联盟现在已经同意拿900亿欧元，是2026到2027的。你的国家预算跟你的军事用开支，现在昨天那个冯德莱恩还讲，300亿是给你行政支出，600亿是给武器，给2年。泽伦斯基有钱了就不怕了。另外一方面，泽伦斯基已经把国防部长也换，军队的要员通通换，就表示他地位稳固啊。地位稳固就没有什么改选问题，本来30天，本来可以往那个谈的方向了，现在本来有贪腐结果最近抓了一个前总统，把所有的转到那个女士身上去了。泽伦斯基也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川普抓不住他了，所以再警告一下，所以这边骂街都是泽伦斯基。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其实就是2个比较几下，普丁跟泽伦斯基，当然是泽伦斯基比较好踩在脚底下嘛，对啊。那普丁的话，当然很难。好，那可是回到战争的本身我们看到已经快要打4年了。这个2月份马上就要满4年，现在其实基辅蛮惨的，因为基辅呢也连日的被轰炸，基辅的部分地区的居民其实现在过着无电可用的生活。现在大家知道还是寒冬这个冬天无电可用是非常非常的困苦的。那乌克兰呢在冬季他们接收了来自希腊的天然气，抵消因为俄罗斯攻击所造成在乌克兰国内能源产量的损失。而欧盟呢各国政府的代表已经决定他们要逐步淘汰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并且逐步淘汰俄罗斯的石油。液化石油天然气进口呢将会在2026今年年底要终止，管线天然气在2027年的9月底前要停止。那么目前呢，俄罗斯的天然气占欧盟天然气进口的12%，已经远低于2022年在战争爆发前的45%。可是现在包括匈牙利、法国、比利时还是有在接收俄罗斯所供应的天然气。那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呢，则是从2022年年初的26%降到目前的2%而已了。欧盟现在主要呢是从挪威跟美国这些供应商，向挪威、美国来采购天然气。这样听起来，其实美国真的还是最大的受益者不过陆老师怎么看这对于这个今后欧盟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因为现在你不要再用这个不采购俄罗斯的，你就是像美国或者像刚刚讲说挪威的天然气也好，石油也好，经济上的冲击会是如何评估呢？短期的话，经济上一定会受到冲击，所以它的天然气的价格一定会上涨，因为美国的天然气是比这个俄罗斯大概贵3成到5成的一个价格，所以对欧盟国家来讲，尤其刚刚是讲到这个法国、比利时、匈牙利，他们这些长期接受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这个国家，对他们讲，他们的挑战就很大了。那尤其像德国，以前他是主张要整个废核，那现在他要开始恢复核电。恢复核电过程，它就需要其他的天然气煤这些的来作为它的能源的供应。那它这方面对他们影响也很大，所以他们欧盟国家短期的这个能源的成本一定会提高。
都一定会增加每个家庭的这个开支。那政府财政上一定会做这方面做一些补贴，那政府财政也会受到这方面影响，就会有排挤的一些效应。但长期来讲的话，对欧盟国家也不能说都是坏事，因为它就开始做一些，像它德国开始生产核电厂了，哦，还有再生能源是不是来再转化？这样对整个欧盟国家的能源是不是更健康？诚如刚刚你说的，本来这个在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时候是45% 是来自于俄罗斯，对，那现在已经降到12%了，那石油降到2%了，所以这个对俄罗斯的这个依赖会逐年的降低，直到今年底就不再供应了，那明年9月就不再管线天然气。我相信对欧盟国家来讲，它的经济财政体制就做会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但这里有一个，就是如果它的天然气来自于美国的话，那欧盟国家，那你将来一定会受制于美国，这个是绝对的，因为当初他们受制于俄罗斯，那如果你的能源来自于美国的话，那美国又是用船来运来，所以你船的这些运来天然气，你的这个运输设施成本对储油设施哦，这些都要重新新建。像我们台湾，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储油设施，除气措施，因为我们还要再气化，然后再除气。那这些设施我们都缺乏，所以人家一直说我们的天然气只能供应10到14天，如果一旦断气的话，就会对我们的国安很大的影响。那将来欧盟也势必会受到这样影响，所以欧盟势必要寻求其他的替代能源来作为补充，否则对它将来未来经济的影响是蛮大。因为你的能源成本贵的话，你要发展基础工业，甚至 AI 就会有问题。对，您点到重点啊，就是能源的供应其实是未来的重中之重哈，因为如果缺电的话，除了民生用电受到影响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工业用电。等一下回来就要来聊的是，如果欧洲的能源供应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在科技上的发展？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